17号至19号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不仅派出前所未有规模的代表团参会，还主导如何帮乌克兰击败俄罗斯的话题。连美国政治新闻网都发文讽刺，在慕尼黑人人都在谈武器。美国务卿布林肯甚至将脏水泼向中国，妄称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包括武器弹药的致命性支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0号回应称，源源不断提供武器的是美方，而不是中方。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发号施令，我们也从不接受美国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甚至胁迫施压。究竟是谁在呼吁对话争取和平，又是谁在拱火递刀鼓动对抗？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反思自身所作所为，多为缓和局势劝和促谈做些实事，停止甩锅推责、散播虚假信息。中方将继续坚定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和平一边，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18号在出席本届慕安会时透露，在乌克兰危机1周年之际，中方将发表一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重申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主张，包括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都应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支持。我们还会重申，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我愿在此呼吁，我们来共同反对武力攻击核电站和和平的核设施，要防止发生核扩散的灾难。我也愿意在此呼吁，我们共同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生化武器。我们致力于和平的努力会继续下去。王毅当天应约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面时表示，中国和乌克兰是战略伙伴，两国人民有着长久友好交往。我们再次感谢乌方在紧急状况下协助中方顺利开展撤侨行动，赞赏乌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希望两国关系继续稳定发展。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始终坚持劝和促谈。我们不愿看到乌克兰危机长期化、扩大化，愿同国际社会一道，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持之以恒地争取和平。库列巴表示，1年来，乌中一直保持着沟通，没有任何国家比乌克兰更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乌方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重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立场，期待中方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外界注意到，王毅此次在慕安会期间会见库列巴，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人的第4次公开接触。去年3月1号和4月4号，王毅与库列巴通电话，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今年9月22号，两人赴纽约联大开会期间面对面进行了会谈。值得一提的是，这4次接触，王毅的职务有所变化，但不变的都是他应约会见库列巴。观察指出，这说明乌克兰高度重视中国，乌克兰要实现和平，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其中也包括中国。过去1年，库列巴历次与王毅接触时都提及，期待中方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主任和库列巴外长的会面本身，我觉得就是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两个国家的政府还是互视为友好的国家。那么中乌两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在这个问题上交换立场，我觉得是非常有益的。中国的最基本的立场、最基本的观点还是劝和促谈。那么王毅主任呢也表达得非常清楚。那么乌克兰外长也表达了这样一个态度，希望中国方面在危机的解决、防止危机升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会晤还是非常有益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您有何观察？我注意到，虽然对于俄乌冲突的起因，中乌之间有着不同的看法。中方认为责任主要在于北约东扩，乌克兰则认为是因为俄罗斯。但是中乌两国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这次慕尼黑中乌外长会晤期间，
都始终可以找到一个坚定不移的共识，那就是尊重各自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在这个基础上，乌克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国认为乌克兰的领土主权不应该受到侵犯。而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中方之所以始终择胜固执，一是因为这是在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这是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大体维持70多年和平，没有引发新一轮世界大战的根源。第二，这是在维护冷战以后形成的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新的国际秩序的核心，就是在冷战结束、东方阵营与前苏联解体之后，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一大批中东欧国家都获得了主权上的独立。第三，这是在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成立的目的以及联合国宪章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维护各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防止人类再度回到二战之前的丛林规则状态，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民族的主权战争成为家常便饭。也就是说，这次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事关二战后和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存废问题，以及事关联合国宪章的尊严问题。在这3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始终是坚定不移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维护二战以及冷战后国际秩序，还有维护联合国宪章尊严的路径与方法上面，中美2个大国之间也是有分歧的。美方认为应该通过北约东扩与支持乌克兰打赢俄乌冲突的方式来维护，中方则认为应该以劝和促谈的方式来维护。那对于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事，您又作何解读呢？事实上，双方在流浪气球事件之后还能够坐下来谈一谈，这就说明中美2国都想通过这次会见来实现各自的重要战略目标。这个重要战略目标就是中美都想要维持中美俄3边关系的脆弱平衡，确保这个脆弱的平衡不会被打破。美方迫切想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就是在俄乌冲突进入1周年，即将迎来一次大决战的时候，确保中俄关系真正维持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层面，也就是确保中美俄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等边三角形关系。假如这个三角形关系突然出现了失衡，那不仅会影响这场俄乌冲突的最终走向，甚至还会影响未来亚太甚至是全球秩序的基本格局。因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经说了，当前对于西方来说，最大的政治与安全风险就是乌克兰失败，而俄罗斯赢得了这场战争。我认为这就是近日来拜登政府主动为流浪气球事件来降温，没有栽赃中国，且声称后面打下来的3个气球都跟中国无关，以及布林肯主动请求会见王毅的原因。而王毅之所以在美方汉能击落流浪气球事件之后，仍然愿意接受美方的请求跟布林肯见面，其实也是为了维持当前中美俄3边关系的平衡，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为了在俄乌冲突陷入到长期焦灼状态的时候，准备出手力挽狂澜，防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利用乌克兰打败俄罗斯，甚至是让俄罗斯与独联体再度解体的阳谋得逞。中国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俄罗斯，也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中俄背靠背的特殊关系，同时也是在为未来的多极化世界保留一份希望。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阳谋一旦得逞，这个世界就会进一步变成由美国所主导的单极化世界，中国所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就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是中方准备在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发表一份有关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的原因。而要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显然是离不了美国的认同与支持的。这就是王毅不计前嫌，愿意跟布林肯见面的原因。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